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9种人美命苦女人相，一生难富贵。在这个看脸的时代里，似乎长得好看的人都特别招人待见，生活、工作、感情上都会特别顺心。但其实并不是每个长得漂亮的姑娘都会拥有很好的人生与命运的。自古以来就有红颜薄命的说法，有时候女人长得太漂亮，反而会导致自己命途多舛哦。那么在面相学中，什么面相的女人漂亮但命苦呢？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。1. 尖下巴。在面相中看，若是女人的脸长得比较小，属于巴掌脸，下巴尖尖的话，代表这种女人一般长相都比较出众，样貌过人。但是这种女性一生的运势是比较差的，是属于典型的凄苦面相。这种面相的女人一生的感情运势是非常坎坷的，在感情中她们会遇到很多挫折，还会因此遭受重大的打击。长得很漂亮是自身的优势，但是很容易吸引到一些渣男，所以在感情中总是遇人不淑，加上自身没有什么主见，不懂得分辨，身边大多数都是劣质桃花，很容易被一些男人的花言巧语几句就上当受骗，最终被骗财骗色，很有可能会被这些烂桃花死死缠住，很难挣脱，甚至于整个人生都会因此发生巨大的翻转，一生都为情所困，婚姻也难以圆满。2. 高鼻梁。现在的女人都是喜欢追求高鼻梁的，这样子是可以令自己的脸蛋看起来比较立体，可以有着不错的颜值。但是在面相学中，高鼻梁是属于一个不吉利的面相特征的。一般有着高鼻梁的女人性格强势霸道，不喜欢妥协，自然是很难和自己身边的人和睦相处，婚姻不顺。但是鼻子塌陷的人也是属于一个不吉利的面相特征，经常有漏财和破财的事情发生，财运不济。然而鼻梁正直的女人是属于有福气的面相特征，所以不仅仅有属于自己的事业，也有着幸福的婚姻生活。3. 嘴角向下。嘴角下垂面相的女人给人一种十分无辜的感觉，能够激起男人的保护欲，从外表上也十分吸引男人哦。但实际上嘴角下垂面相的美女们也是一个命苦之人呐。面相学中认为，嘴角下垂暗示着一个人的运势衰败，没有什么福气，一生之中更是没有什么福气，所以这样面相的女人是一个无福无禄之人。另外，嘴角下垂的面相也暗示一个人喜欢抱怨，喜欢生气，喜欢挑刺儿，这样的性格处处针对别人，生活如何可以顺心如意呢？所以这一类面相的女人过得也比较的命苦。4. 柳叶眉。柳叶眉也是非常好看的，但是拥有柳叶眉的女人自身命运却非常的不好。这类女人从小就很坎坷，成长的过程当中会经历不少的磨难，一路走来非常不顺，而且这类女人很容易误入歧途，被外界的诱惑所影响，将来失足的概率是非常高的。柳叶眉的女人感情之路也特别的不顺，大多数人无法与所爱之人走到最后，即便结婚，婚后的生活也是一地鸡毛，总是会出现很多的问题。5. 樱桃小嘴。都说女人嘴大吃四方，可见在面相学中还是比较肯定这种面相的。如果一个女人是樱桃小口的话，运势却不是也很好，因为樱桃小嘴的女人大多性格内向，不善交际，虽然秀气好看，颜值比较高，但是却不懂得经营人际关系，在为人处事方面很容易招惹小人，也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很多麻烦。这类女人命中与财富无缘，生活状态非常的窘迫，大多数人的晚年生活都比较的平淡孤独。6. 眼睛水汪汪。眼睛水汪汪面相的女人十分的诱人，她们的眼神可以直接勾走男人的心，让很多男人都为之倾倒。所以眼睛水汪汪面相的女人在生活中的桃花运、异性缘简直好得不得了。但也正是因为如此，他们的命运、婚姻生活都不太美满哦。
因为身边的桃花运特别的多，所以影响着他们的婚姻感情，影响着他们与丈夫的感情生活，更影响了他们的家庭和谐。所以这样面相的女人，婚姻多半不幸福，家庭也十分不和谐。由此可见，眼睛水汪汪的女人命苦啊。7. 眼窝下陷。眼窝下陷的漂亮女人有着较好的洞察能力和分析能力，但是这样的女人比较的势利，为人看重物质，喜欢和有钱有势的人交朋友，看不起条件不好的人。所以这种面相的女人得罪的人会非常的多，当她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也不会有人愿意帮忙，命运不好。8. 高颧骨。颧骨代表着女人的相夫运，颧骨塌陷的俗称寡妇相，而颧骨高尖而耸立的女人则一生连克3夫不止。这样的女人性格刚毅，破坏性强，自己得不到的别人也休想得到完整的，所以命运多坎坷，并且一生多贫。9. 眉毛多而杂，眼睛狭长。在面相中看，若是女人的眉毛很多且杂乱，长得有任何的规则，加上眼睛狭长，代表这种女人在生活中是属于那种性子寡淡的人，为人并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，在很多时候为人处事上面都是比较耿直的，经常会因为自己直来直去的性子惹来巨大的麻烦。生活中他们六亲关系浅薄，和家人关系很差，也没有知心的朋友。他们喜欢独来独往，遇到困难的时候也不会有人出手相助，只会陷入愈发糟糕的处境中。这类人身边充斥着特别多的小人，尤其在职场中，经常会落入他人设置的陷阱中，一生都过得不顺，需要为了生活奔波劳累。在婚姻中也是很坎坷的，很容易有多段婚姻。以上这9种面相的女人，虽然自身长得好看，但却没有享福的命，一生坎坷。如果你是这种面相的女人，那可就太不幸了。那么长得好看就是错吗？其实不是，以下5种面相的女人可谓是人美命又好，神仙都羡慕。1. 眼大有神。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如果女人的眼睛长得大而有神的话，这种女人大多非常的聪慧，思考力比较强，反应也比较的灵敏，而且做事很有目标，善于发现和把握机会。而且这种女人个性特别的坚定，只要是认准的事情就不会轻易的改变，不论遇到多大的困难都能一往无前，而且做事非常的脚踏实地，处事又不缺灵活，能够处理好与周围人的关系，事业上也能够取得不错的发展。2. 唇红齿白。自古美女都是唇红齿白的，这类面相的女子福气好，一生都是非常好命的，是享福的命。拥有这种面相的女人，声音偏向柔美，咬字清晰。具有此相的女人，与丈夫间的关系甜蜜，夫妻恩爱，感情生活美满。这类能够享受美好情谊生活的女子，最大的性格优点就是性格中庸，既不情绪化，也不喜欢大起大落的生活经，而且很善解人意，使得家庭的内聚力强，感情基础坚实。3. 下唇厚，嘴角上翘。嘴巴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的待人处事的态度，也可以看出一个人钱财进出的能力。如果女人的下唇长得较厚且嘴角上翘的话，这种女人大多性格非常的开朗乐观，凡事看得比较开，为人处事方面非常的大气，而且重情重义，也懂得照顾别人的感受，朋友缘非常的好。这种女人精力充沛，整个人非常的活跃，待人也比较的真诚，人缘比较的好，也很有魅力，善于表现自己，感情运较好，做事也比较的实在，善于积蓄财富。4. 耳垂厚大。一般有福相的女人都会有着大大厚厚的耳垂，而且耳珠也比较的长。在面相学中有这样一个说法，耳垂越厚，财运越好。如果一个女人耳垂厚大的话，说明财富运势是非常好的，在财富方面会有很好的收获。这种面相的女人大多出生在比较富贵的家庭，从小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不用为物质所困，在金钱方面从来不会受到过委屈，并且耳垂厚大的女人也很旺夫，在婚后会给丈夫带来很多的帮助，
同时自身的发展也会越来越好。5. 美貌上翘。美貌在面相学中所体现出来的是一个人在工作中所具有的运势特点，也和个人的运势有关。其中尾部上翘的眉毛预示女人在婚后能够拥有较为出色的财运，一旦结婚，正财必有所长，尤其是在旺夫运的催生下，另一半的事业飞黄腾达，带动家运崛起，一生幸福美满。人一生的命运如何，除了面相以外，还和后天的选择和努力有关系。如果你的面相不好，那么只有在后天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，这样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。好，大家讲讲豪门太太面相特征有哪些。很多女人都希望自己能嫁入豪门，过上豪门阔太太的生活。我也曾这样想过，但是你能不能嫁入一个富贵的人家，其实从我们的面相就能够看出。小编根据以往的看相经验，总结了10个容易嫁入豪门的面相特征。如果你想嫁入豪门，过上不一样的生活，可以看看自己有没有中以下这些面相。1. 眼睛炯炯有神。眼睛看一个人的心性，眼睛要有神韵的才能命格高。眼睛看人有亲和力而又不失威严的，这样的眼睛一定人中龙凤。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要有神，黑白分明，不管眼睛属于什么形状，看起来秀美有神，闪亮动人，却没有杀伤力，这叫受人欢迎，容易得人喜爱。黑眼珠大而有神者比较有财运，交际手腕高，且珠大胆亦大，企图心强，追求积极，对于嫁入豪门之后的生活可谓怡然自得，得心应手。2. 牙齿细密而整齐。牙齿关乎着一个家庭的兴衰，一口整洁细密的牙齿是生育优秀后代的前提。如果牙齿参差不齐的，那么性子一定不好，肾气就逆乱，处理事情不会井井有条。3. 鼻准浑圆，鼻梁不陷。得老公疼，老公事业有成，鼻准要有肉，不能太大太小，更不能鼻头尖，而且鼻梁不可以陷下去。有这样的鼻子的女生可以吸引好的男人，自然可以嫁得好老公。小贝提醒，鼻子端正，直而挺，山根丰隆，鼻翼饱满，准头圆润发亮，鼻孔不外露，多半都很有贵气，为人圆滑，乐于助人，财运好，有夫人命。鼻子色泽明锐，没有斑点或痣，一生财运亨通无虞，福运更好。4. 下巴宽厚的女人。公婆疼，夫家有祖产，下巴宽厚的女人心情很好，很愉快，不但嫁的老公家中有祖产，而且公公婆婆也会很疼爱。5. 两腮有肉女孩子。两腮要丰满，最忌讳腮骨外翻，俗称炸腮的。这样的腮骨会使丈夫的家业倾覆，而且报复心太强而种下祸根。两个腮骨像刀子一样笔直下来，一点腮骨都没有的也不好。两个腮骨丰满而有肉，这样才能嫁入豪门，例如宋庆龄奶奶。6. 天仓开阔女子。老公出身豪门，相处愉快，眉毛尾巴跟头发之间叫做天仓。天仓开阔的女人，除了本身容易得到祖先的荫泽，而且也可以嫁个好老公。7. 耳珠垂女人嫁得好。老公白手起家，妯娌好相处。耳朵大小没有珠的人，个性很急躁，因此跟妯娌相处时，自然口舌是非会比较多。耳朵代表钱财，有珠的人通常父母亲一定会留财产，就算没有留，她的老公自己也会白手起家。8. 嘴巴圆整，色润相。嘴巴代表一个人的诚信度与实路，嘴型好，气色也好，一辈子衣食无愁，不愁吃穿。嘴角略上扬，常微笑，嘴角自然上扬，这样才能嫁到豪门，可以享受现成的福音。
嘴唇红润有弹性，口的轮廓清晰漂亮，上唇线条明朗漂亮的人，将来不仅可嫁入豪门，自己也会努力有一个富裕的家庭。不讲话的时候像在微笑，很注重生活质量，有很好的运势。小编提醒的是，嘴巴棱角分明，老公有大房子又体贴，嘴巴棱角嘴，而且微微上扬，不讲话时像在微笑的女人很注重生活品质，因此在恋爱过程中选到的老公通常会让她生活品质不错，因此往往都会有蛮不错的房子。9. 全员相护的女孩子。颧骨是代表老公事业基础的，如果颧骨地陷则，老公事业独立支持，而没有贵人相助；颧骨尖耸则克夫在嫁，唯有颧骨危险，有肉包裹，才会旺夫相子。10. 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。天庭饱满吃官饭，地阁方圆掌大权。天庭饱满必能够嫁贵夫，地阁方圆必持家有方，此为女人面相富贵之首。额头具体位置是从前额发际到眼睛上方，它能透析出一个人祖上遗传、智力表现、财运、桃花运等。人的运势好坏主要是由额部来推断，因为额能填充人的面相，决定人的财运、事业运等。额头不但光亮明润，而且宽广饱满，发际整齐，没有滞留或破疤，额头形状也生得极为美好。此种女性，老公往往出身豪门，相处愉快。除了本身容易得到祖先的阴泽，而且老公的事业也顺风顺水。如果你生有上面这10种面相，通常情况下会找一个好夫家，但如果你不仅没有以上这些面相特征，反而还中了下面15种难嫁的面相，那一生的婚姻运势则可能比较曲折。具体有哪些呢？大家往下看吧。1. 外眼角吊起，这样的人个性挑剔，看什么都能找出毛病。同样看人也是，这个人有缺点，那个不满意，挑来挑去，慢慢年龄老至，会更加的不如意，最后孤独终老了。切记要找别人的好处，这样的面相要处处看别人的长处就好了。2. 鼻子起结，鼻子中间有明显凸起的人，个性非常怪异，很难缠，固执，恩怨不明，软硬不吃，所以夫妻相处困难，婚姻很难圆满。3. 轮飞廓反，耳朵的外面叫做轮，里面叫做廓，轮整个张开，廓特别突出的人，个性比较叛逆，因此婚姻很难顺利。4. 眼窝深陷，眼窝深陷的朋友往往看问题宽泛度不够，容易错失良机，并且容易执着到过去的感情里出不来，并且朋友圈子窄，与亲属之间的关系冷淡，很难找到合适的配偶了。5. 眉毛中断，眉毛代表肝胆内分泌，也就是脾气个性。眉毛先天中断的人，通常表示肝胆有问题，个性怪异，婚姻圆满个性占很大的比例，因此这方面的人结婚不容易幸福。6. 感情线断裂又起，感情线中断然后又连接的人婚姻失败的几率非常高，最好迟婚，迟婚的话可以化解。7. 地格肩薄的，地格主家庭，地格就是腮骨与下巴的组合，一旦腮骨平直不显，而下巴有短小无力的情况，往往没有坚持力，遇到困难就逃之夭夭，不能恒久的面对一份感情，所以只能闪婚才可以。8. 结婚线交叉感情线，一般人的结婚线都是平行，如果结婚线往下和感情线交叉，甚至出现倒纹或有破坏和杂乱的手纹，称之为生离死别。有这种纹的人，不是可能丧偶，就是可能离婚。9. 颧高齿凸，颧高齿凸必克夫，颧骨耸凸无肉，妻夺夫权，与夫争命，
这样的面相会过早把丈夫的好运与寿命刻尽。牙齿突出的女人会口无遮拦，出言不逊，说话不考虑别人感受，往往种下感情隔阂的阴影。10. 发浓乳粒，头发丝特别粗而且浓的，这样的面相性格太直，而且过于强势，找自我意识强，任何事情都不认输，在异性面前往往不会委婉处事，错失良机了。11. 下巴短小后少，下巴短小的人家庭观念或者做事不持久，往往不顾念旧情，而且听不见去别人劝说。下巴后少，做事虎头蛇尾，闪闪烁烁，不会给对方安全感，所以都是感情的障碍。12. 肩门太洼，肩门在两眼眉部，俗称太阳穴的部位，肩门又叫夫妻宫。如果这里太洼，异性情缘特浅，婚后也会不懂夫妻情趣，最后会夫妻劳燕分飞。13. 鼻梁太扁，鼻梁太扁的女性必须眼光弱才会符合，个性懦弱，常年受丈夫欺压，一生辛苦劳累，不得享福。丈夫会不满足女子做事能力，整日挑肥拣瘦的，吵架拌嘴，家常便饭，会被男人抛弃。14. 鼻子过高，鼻子过于高大的，尤其是女孩子，这样的面相过于自我，眼里无人，思想比较自私，处处要表现自己，从来不为别人考虑，而且爱揭人隐私，与朋友相处容易招嫉妒，招人误会，失去介绍朋友的机会。15. 牙齿外翻的，牙齿代表一个人的涵养力与容忍度，牙齿过于外翻就是克夫性暴的面相，事事都不耐烦，处处看不顺眼，容忍不了自己不喜欢的事情，到处讨人不喜欢，从而失去朋友的帮助，也就没有异性朋友了。当然，面相算命只是帮助我们了解个人运势好坏的一部分，想了解具体情况，还要结合整体的命理来看。而且小编也只是根据以往的看相经验总结的，可能有偏差，仅供大家参考。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，也可以留言咨询小编，小编会耐心的帮大家讲讲。面相有此特征，早年穷，晚年苦。每个人一生的命运都是不同的，但每个人却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，那就是在一辈子都希望自己能够有福。可现实却并非如此。那么在面相学中，一生无福，从小苦到老的面相有什么特征呢？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。1. 泪堂凹陷，泪堂就是我们卧蚕的位置，也称之为子女宫，代表的是他们的子女运势，个人的生殖能力。若是一个人的泪堂处长有明显的凹陷，或是暗淡没有光泽，则说明此人的子女运势发展不佳，生殖能力不强，子嗣难兴。教育出来的孩子大多数都是一些没有本事的人，所以他们往往成不了啥大的气候，不利于子女的运势发展，甚至还会为了儿女奔波劳碌一生，日子过得不稳定。2. 鼻翼尖垂，在相学当中，若是一个人的鼻翼长得过尖，没有一点肉包裹，而且微微的下垂，则往往这样的人，他们个人的子女运势不佳，个人的关系明显的疏远，自己自私自利，不喜欢替身边的人考虑，完全顾不得身边人的感受。所以大多数的情况下，这样的人往往到了晚年的时候，注定就是众叛亲离的命，日子过得劳碌，以后的生活也过不好。3. 人中浅平，人中位于鼻梁下方的凹槽处的位置，代表的是一个人的子女运势。若是人中长得过于浅平，或是有疤痕等等，则往往这样的人自己的子女运势不佳，身边也没有完全可以依靠的人。而且人中长得不好的人，他们的身体气质不佳，容易招惹疾病。但若是人中神阔有形，长得肉多饱满，则说明此人的福禄兴旺，日后的发展也会越来越好。4. 口歪嘴斜，在相学当中，若是一个人的口嘴长得歪斜不正，或是嘴角的面部比例不佳，则大多数情况下，拥有此种面相的人为人比较刻薄，非常的恶毒，遇到各种的事情总是会斤斤计较，所以他们大多数完全都没有人情味儿，
注定很难会取得太大的发展，往后的日子只是会越过越穷，还会因为自己的一张嘴而穷苦劳碌一生，日子过得潦倒。5. 眉重压眼。所谓的眉重压眼，就是指一个人的眉毛长得过于粗浓，黑亮厚重，看起来就像是毛毛虫一样，从而导致眉眼间距过短，则往往拥有此种面相的人，自己的脾气性格不是特别的好，个人的心机重，城府过深，整日为了自己的一点成就，每天算计来算计去，看似沾光，实则到最后落得低不成高不就，一点发展前途都没有。所谓贪者必贫，越是这样越没啥后福。6. 发际线过低。在相学当中，若是一个人的发际线长得明显的过低，从而导致上庭低窄，或者是低于2指的位置，则往往这样的人能力不足，干啥啥不成，目光短浅，早年自己的学识不佳，能力不足，干啥啥不成，注定奔波劳碌一生，阻碍自己的发展，天生就是穷苦相，所以他们注定发不了啥大财，日子辛苦劳碌，一辈子都难以稳定发展，在学业方面的发展也都会比较差。7. 鼻尖无肉。鼻子对于面部有非常重要的地位，从鼻子长得好坏就可以判定出他们的脾气、性格、能力等等。若是鼻子长得尖薄无肉，整个中庭的运势不佳，则往往他们多半都是一些尖酸刻薄之相，整日没有啥过硬的本事，但是对身边的人都常常喜欢苛责，为人比较小气，自己的经济实力不佳，注定在中年的时候运势就会走下坡路，具有极大的挫折与困难，实力不强，能力不大。8. 下巴短小。在相学当中，若是一个人的下巴长得过于短小，整个的下庭向里倾斜，则往往会对中年的运势影响会非常的大，导致他们个人的经济状态不好，到了晚年的时候，日子过得贫瘠，一生都没有啥财富积累，越是往后，他们的生活也会越来越贫困，个人的实力不够，干啥啥不成，注定奔波劳碌一生，一辈子都难以成就大业，日子过得穷困潦倒，没有啥过硬的本事。9. 额头低窄。在相学当中，若是一个人的额头长得过于低窄，而且他们整个的发际线明显的偏低，导致上庭单薄，则往往这样的人天生就是一些目光短浅之辈，整日就只会看得到眼前的一丁点利益，没有啥本事赚大钱，而且缺乏长久的发展眼光，注定福禄浅薄，干啥啥不成，日后的日子也不会过得太安稳，早早就要出门辛苦养家。10. 鼻梁塌陷。鼻子位于面部正中间的位置，往往代表的是一个人的财运、中年运势等等。若是他们的鼻梁长得过于塌陷，导致中间没有一点的气势，则大多数的情况下，这样的人做事没有主见，个人的能力发展都是一般，天生就没有上进心，常常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，一家人的日子过得也不是特别的好，注定成不了啥大的气候。11. 眉毛杂乱。从一个人的眉毛长得好坏，就能判断出他们自己的脾气、性格、财运大小等等。若是他们的眉毛长得过于杂乱、纵横交错，则往往这样的人，他们自己的脾气性格会非常的差，个人聚财能力也不好，非常的容易得罪人，所以常常容易闹得众叛亲离的局面。所以这样的人多半都是干啥啥不成，天生劳碌一生，身边连自己亲近的人都没有。12. 嘴唇外翻。在相学当中，若是一个人的嘴唇明显的外翻，而且也能够看得出牙齿，则一般的情况下，这样的人自身的运势发展都不是特别的好，总是喜欢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，各种胡乱的嚼舌根儿，所以他们往往会因为自己的一时口快而得罪不少的人，所以在财运方面的发展不会是特别的顺利，容易遇到各种的阻滞或者是不顺利，经济上的福禄不足。13. 双耳过小。耳朵为福气的象征，往往会以双耳长得厚实有肉为福气，说明此人的福禄深厚，日后有能力有本事过上富裕的生活，
但是双耳长得过小，看起来比较的单薄，则一般的情况下，这样的人自身的免疫能力不足，个人的精气神也都不是特别的好，需要为了赚钱而发愁。而大多数的情况下，双耳长得不好的人，他们的体质也会比较差，容易有疾病缠身。14. 法令纹早现。法令纹长的时间为30多岁之后，若是在20岁左右或者是之前就看得到法令纹，则说明此人的运势发展都不是特别的好，个人的运势受阻，福气受损，早早就没有啥太大的依靠。所以一般的情况下，这样的人生活上的压力比较大，就算是遇到困难，身边也没有人愿意帮助自己。所以大多数的情况下，这样的人估计只能做一些没有啥油水的工作，福气不大。15. 鼻孔外露。鼻子主财，而鼻孔则代表的是他们的财库。若是鼻孔明显的外露，又称之为朝天鼻。通常的情况下，拥有此种面相的人，多半都是一些花钱大手大脚之人，常常存钱聚财的能力比较差，有钱就会全部都给花销出去，日子过得比较的艰辛，没有一点花钱的节制，常常劳碌一生都给他们挥霍光了，最终倒霉遭殃的只能是自己，估计连基本的生活都维持不住。如果你不幸有以上的面相特征，那么小酱汁建议你从家中的风水和自身的风水下手。家中的风水可以通过摆放来改变，自身的风水可以通过佩戴一些物件来改善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啦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秘密内容。我们下期再见。